中国把美国拉下道德高地，在舆论场上打了漂亮的翻身仗。文圣这个说法来自三国时期郭嘉的十胜失败论，他提出两个彼此竞争的阵营之间，文圣者才能让天下归心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要有人找到一面团结大多数力量的旗帜，打造一套让大家都愿意遵守的规则标准，这样才能令行禁止，得到更多合作者的信赖。三国时期董卓势大，但曹操打出了拥天下匡汉室的口号，掌握了道义，所以最终才能一落胜强，以2万人马攻克袁绍10万重兵。而现在中国正在赢得和美国之间的道义之争。观察美国这个国家的行事作风，就会发现它本身很注重在国际博弈中占据道德高地。这和美国的文化心态有关。最初来到北美的那群移民是一群清教徒，美国的主流价值和清教文化传统关联很深，有一种道德优越感。美国人认为自己有资格在全球搞道德审判，认为自己有责任向其他国家传播所谓美国价值。这种做法，这种心态和西方历史上的传教士其实非常像。美国人研究苏联，常常批评说苏联有米塞亚情节，有救世狂热。其实在这方面，美国自己和苏联算是卧龙凤雏。但是在遇到中国这个对手之后，美国失去了解释自身道德优越感的资本。中国和他之前面对的苏联、日本都不一样。苏联本身和美国分属不同阵营，双方各有一套独立的国界，社会建构话语是对立的关系。日本本身是法西斯战败国，咽喉天然就被捏在美国的手里，所以美国很容易站在道德高地上对日本实现降维打击。但是中国本身和美国一样，都是二战后国际格局的受益者，是二战的胜利方，是靠着全球化红利获得发展机遇的一方。可以说，美国损害中国的利益，就是损害全球化，损害国际社会共享发展红利的机遇。美国每朝中国捅一刀，最后都会成为扎到自己身上的回旋镖。比如美国在全世界嚷嚷着自己要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，但事实上不断突破国际法界限，在全世界制造混乱和战争，正是美国自己。相比于左右互搏、陷入道德混乱的美国，中国明显深谙文圣之道。首先，中国说话做事会对自己的立场给出明确清晰的论述，不玩文字游戏，让各方都有法可依。中国不会像美国那样说自己遵守规则，但规则具体是什么，全看美国想要干什么，有着灵活的道德底线。中国遵守的规则一定有文件可以遵循，有共识作为基础。中国在制定规则的时候，往往会花费漫长的时间，一旦规则落地，就能长长久久地运行下去。中投资协定谈了7年，南海行为准则谈了快6年，至今仍在推进。其次就是中国不搞美国例外论，不用双重标准。中国不像美国那么厚着脸皮，在南联盟伊拉克留下的血债还没有还，立刻就扭头在乌克兰危机上摆出一副卫道士的样子。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自始至终扮演的都是劝和促谈的角色。现如今从中东到乌克兰，在国际热点问题上，中国的话语权正在变得越来越高，甚至已经有能力和美国抢方向盘了，在舆论场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